你好，咱們在正式開聊之前，先做個思想實驗。閉上眼，想象一下，現在是2046年，你生了一場重病，很重的那種。這時候擺在你面前有兩條路，選擇 A，你推開門，走進一間全是消毒水味兒的房間，對面坐着一個人類醫生，這哥們兒看着一臉疲惫，搞不好昨晚剛跟老婆吵了一架，心情爛透了。或者昨晚喝大了，手還有點抖。再惨點，他可能是刚從醫学院畢業的菜鳥，而你正好是他職業生涯裡第一隻小白鼠。他會犯錯，會有情緒，甚至會忘東忘西。選擇 B，你看見面前有一個紅色按鈕，按下去，一台超級醫療 AI 瞬間接管你。這家伙連着雲端讀過人類歷史上所有的3000億份病例，他不知疲倦，絕對理性。他的誤診率經過億萬次訓練，已經無限接近於零。他沒有情緒，不會憤怒，當然也不會同情你。如果是你，選哪個？我猜現在絕大多數人會毫不猶豫的啪一聲拍那個按鈕上邊，選 B。因為我們受夠了人類醫生的傲慢、冷漠，受夠了排隊3小時看病3分鐘的敷衍，還有那個該死的不確定性。我們心裡都渴望有一個全知全能的醫學之神，對吧？但如果我告訴你選 B，可能會讓你死得更快呢？或者說得更準確點，它能精準地修好你身上的零件，但它會讓作為人的你徹底枯萎。今天我們要聊的這本書《勾勒姆醫生》，雖然寫在20多年前，但說實話，它簡直就是為了嘲諷今天的 AI 時代而生的預言書。這兩位頂尖的社會學家作者給現代醫學打了個比方，說它像個勾勒姆，就是猶太神話裡那個用泥土捏出來的巨人。這巨人什麼特點？力大無窮，絕對聽話，但有一個致命傷，他極度笨拙，而且沒有靈魂。他在保護主人的時候，經常因為聽不懂隱喻，一腳就把主人給踩死了。而在我看來，今天的 AI 就是一個連上了 WiFi 的 Golem，它繼承了现代醫學所有的優點，精準、客觀、數據化，但它也繼承了醫學最隱秘的缺陷，甚至把這個缺陷放大了10000倍。為了證明這一點，咱們得先穿越回上個世紀90年代，去看看一個完美醫生是怎麼崩塌的。在90年代，西方一個特別繁忙的醫院手術室裡，一位叫阿伯拉罕·阿桑特的麻醉師正穩穩地握着麻醉面罩，身邊的外科醫生和護士對他那叫一個信任。在同事眼裡，這人話不多，但技術牛得不行。在病人眼裡，他簡直是守護神，無數次把人從鬼門關裡拉回來，而且術後感覺還特別好。但只有阿桑特自己知道，他正在進行一場足以讓他坐牢的超級賭博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醫生，他是一個來自加納的偷渡客。這哥們兒沒上過1天醫學院，沒考過任何執照，他那一身本事哪兒來的呢？全是從圖書館的舊書裡自學的，還有在醫院裡打雜的時候，透過門縫偷看學來的。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。但最諷刺的事兒來了，在他執業的這段時間裡，他參與了幾十台手術，治好了所有人，沒有一個病人死在他的手裡，沒有一次麻醉出現重大失誤，甚至在某些病人的滿意度調查裡，他比很多正牌的名校畢業生得分還要高。就這樣，他在這個精密運轉的醫療體制內潛伏了數年之久，騙過了所有人。直到有一天，警察帶走了他，理由是什麼？不是醫療事故，而是他在申請護照填表格的時候字跡太潦草，邏輯對不上，被移民局發現了偽造身份。聽懂這個黑色幽默了嗎？一個在最精密的人體手術上零失誤的假醫生，最後栽在了最官僚的行政文件上。阿桑特被抓了，一個偷渡客在手術台上
演了幾十場完美的戲。現在，請大家先暫停一下对騙子的嘲笑。我想問一個能讓硅谷工程師汗流浃背的問題：如果把阿桑特換成一台最先进的医療机器人，它能做得比阿桑特更好吗？从技術指標上看，机器人完胜，它切血管的精度是微米级的，它控制麻醉剂量的誤差是小数点后几十位的。但是机器人永遠做不到阿桑特做的一件事，它没法握着病人的手，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你，傳递一種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的迷信。书里面把这种能力称为身份表演。在现代醫學以及未來的 AI 醫學看來，這是欺詐，是沒有任何生物學意義的無效動作。但在病人看來，這是救贖。阿桑特其實通過了一場醫學界的圖靈測試。圖靈測試的標準是什麼？如果一台機器能騙過人類，讓人以為它是人，那它就是有智能的。阿桑特反過來證明了，在治療人類這件事上，演得像個好醫生，有的時候比真的是個好醫生更重要。為什麼？這就觸及到了現代醫學以及未來的 AI 醫學最想掩蓋也最想刪除的一個黑洞——安慰劑效應。在醫學實驗室裡，安慰劑是一個髒詞兒，在主流醫學眼裡，這東西是實驗數據裡的噪音。為了殺死這個噪音，科學家發明了冷酷的隨機雙盲實驗 RCT。書中記錄了一個讓外科醫生至今都臉紅的經典案例——莫斯利的膝蓋手術實驗。很多關節炎患者覺得膝蓋疼，醫生通常會做一個關節鏡清理手術，把裡面的碎骨頭洗出來。這聽起來非常科學，非常符合機械邏輯。但莫斯利做了一個大膽的雙盲實驗，他把病人分成了兩組，第一組真做手術清理碎骨，第二組做假手術。醫生只是在病人的膝蓋上切3個小口，裝模作樣的清洗一下，但根本沒有動裡面的骨頭，然後縫合。結果呢，2年後揭盲，所有人都傻了。那組做了假手術的病人，疼痛緩解的程度、走路的能力跟真手術組一模一樣，甚至有人激動地說：“感謝醫生，我的膝蓋像重生了一樣。”你看懂了嗎？治好他的不是那把手術刀，而是他覺得自己被治好了的這個信念。但現在 AI 來了， AI 讀完這個實驗數據，它的算法邏輯會是：既然手術無效，那就取消這個手術。這是科學的勝利，但 AI 忽略了另一面，那個被切了3個小口，獲得虛假希望，但最終真的不疼了的病人，他的痛苦是誰解決的？是那個笨拙的、帶有欺騙性的儀式。AI 的核心邏輯是數據提純，AI 的算法被訓練成了去識別有效成分，去尋找病理與藥物之間的絕對因果鏈，而過濾掉那些情緒噪音。AI 眼裡只有生物學的病，沒有社會性的苦。簡單說呢， CT 片子上的陰影是醫生要解決的故障，而 illness 是你感受到的疼痛，是你對死亡的焦慮，是你不敢告訴家人的恐懼。但《勾勒姆醫生》這本書就告訴我們，對於病人來說，那個被科學家和算法過濾掉的噪音，可能才是活下去的動力。書中提到了，醫學有2張面孔，一張是作為科學的醫學，一張是作為救助的醫學。現代醫學以及未來的 AI 正在瘋狂地追求科學的純淨性，而閹割了救助的可能性。想象一下，未來的某一天，你面對一個 AI 醫生，他調出了你所有的基因數據和病理切片，經過億萬次的計算，冷靜地告訴你，根據大數據模型，你的5年生存率是12.4%，繼續治療的投入產出比極低，請簽署放棄治療協議，節省醫療資源。它是對的，這是科學，這是絕對理性的最優解。聽到這句話的那一刻，你的神就死了，你的大腦會接收到死亡指令，主動關閉免疫系統，
你真的會在統計學規定的時間內死去，這就是反安慰劑效應，科學的詛咒。但如果是阿桑特，或者一個普通的笨拙的人類醫生，他可能會看完同樣糟糕的数據，然後合上病歷，拍拍你的肩膀，撒一個善意的謊，別怕，我看你這脈象啊還有氣，底子還在，回去好好吃飯，按時吃藥，能活。這句話科學嗎？不科學。這句話是騙人的嗎？可能是，但正是這句話，很有可能會觸發你大腦，讓你的多巴胺和內啡肽開始分泌，讓你的免疫細胞重新開機，那你就可能真的活過了那12.4%的概率，創造了奇蹟。這就是笨拙的價值。人類醫生的笨拙、情感、猶豫，甚至善意的謊言，是冰冷的算法永遠無法模擬的系統性誤差。而這個誤差有時候叫做希望。如果我們把醫學完全交給 AI，我們就殺死了這個誤差。我們得到了一個精準的修車廠，但失去了一座療癒的聖殿。試圖把信心從治療裡剝離出來，就像試圖把鹹味兒從鹽裡面分離出去一樣荒謬。AI 可以合成完美的氯化鈉，但它永遠无法理解那一抹鹹味對人類味蕾的意義。講到這兒，你可能會反駁我，好吧，我不稀罕心理安慰，我這個人命硬，我要精準的手術，我就要客觀的診斷，這方面 AI 總比人類強吧？人類醫生會誤診 ，AI 可是看過3000億份病例的。好，那我們就來看看人類醫學所謂的客觀數據到底有多少水分。如果 AI 吃進去的數據本身就是垃圾，它吐出來的能是真理吗？書中記錄了一個讓所有數據迷信者崩潰的研究。社會學家米克·布鲁爾找了一群耳鼻喉科專家，給他們看同一批孩子的病例。注意啊，是同一批孩子。按理說，科學的診斷應該是一樣的吧？如果 AI 來判斷，結果應該是唯一的。結果數據出來了，人類醫生的判斷差異高達8倍。有的醫生建議切除40%的孩子的扁桃體，有的只建議切5%，而且這種差異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地圖分布，僅僅隔了一條河。左岸的小鎮醫院流行一刀切，右岸的小鎮醫院流行保守治療。這就是書裡那句振聾發聵的名言：地理即病理。你被切除了扁桃體，不是因為你病了，而是因為你生在了切除派掌權的鎮子。因為這個鎮子的醫生習慣了這麼做，是因為他們的老師是這麼教的。這是科學嗎？不，這是一種部落行為。這是醫生為了對抗不確定性的焦慮而進行的抱團模仿。醫生也是被蒙在鼓裡的，因為他們永遠看不到那些沒被切的孩子後來過得有多好。聽起來很荒謬，是人類的恥辱，對吧？但你以為 AI 能解決這個問題嗎？ AI 會固化這個錯誤。請你想想 AI 是怎麼學習的？它是吃人類的歷史數據長大的。如果我們把這幾十年來混亂的、充滿偏見的、看地圖下菜單的病例數據全部餵給 AI，AI 會學到什麼？它不會學到真理，它會學到偏見的平均值。它會通過算法發現一個規律：哦，原來住在河左岸的孩子切除扁桃體的概率是90%。於是，當下一個住在左岸的孩子來看病時，AI 會毫不猶豫地給出切除的建議，並且在屏幕上標注置信度99%。它把人類的隨機偏見變成了機械的絕對真理。以前你遇到一個愛切扁桃體的庸醫，還可以換一家醫院，換個醫生試試，你有逃生的機會。在未來，如果所有的醫院都聯網到了同一個超級醫療大腦，你連換醫生這種逃生通道都被堵死了。因為全世界的 AI 用的都是同一套算法，同一套偏見。以前的偏差是隨機的，你還有運氣成分；未來的偏差是系統性的，你無處可逃。這就是為什麼《勾勒姆醫生》這本書
在今天讀起來如此驚悚。他揭露的那個笨拙的巨人，正在給自己換上一顆硅基的大腦。他以為自己變聰明了，其實他只是把人類的偏見變成了不可置疑的代碼。所以，醫學的真相是什麼呢？它不是神學，也不是數學，它是在表演和賭博之間走鋼絲的藝術。醫生在演，病人在賭，而 AI 的出現並不是來拯救這場賭局的，它是來莊家通吃的。既然臨床診斷如此不靠譜，那我們能不能依賴更硬核的東西，科學實驗呢？那些發表在頂級期刊上的雙盲實驗數據，總該是客觀中立、不可操縱的吧？如果連那把尺子都是歪的，我们還能信什麼？畢竟，在現代醫學的神廟裡，RCT 是至高無上的神，它往往被認為是客觀的、中立的，能夠過濾掉所有人類偏見的黃金尺子。只要數據說有效，那就是真理。接下來，我們就要進入更黑暗的深淵。這把尺子是可以被權力彎曲的。我們要去看看，當權威機構想要抹殺一個療法時，他們是如何用最科學的實驗設計來實施一場最完美的謀殺的。讓我們把鏡頭切換到醫學史上最著名的一場神仙打架——維生素 C 致癌之戰。一方是2届諾貝爾獎得主林斯·鮑林，他發現大劑量維生素 C 能顯著延長癌症晚期患者的生命。另一方是醫學界的羅馬教廷梅奧診所，他們為了反駁鮑林，進行了2次所謂的嚴謹實驗，結果都宣布維生素 C 無效。權威發話，鮑林身敗名裂。故事結束了嗎？沒有。勾勒姆醫生的作者像法醫一樣重新解剖了這場實驗，發現了2個驚人的作弊細節。第一是樣本的陷阱。鮑林治療的病人大多沒有接受過化療，免疫系統是完整的，而梅奧診所挑選的病人絕大多數已經被長期的化療摧毀了免疫系統。這就像是你把一個人的腿打斷，然後讓他去跑100米，最後得出結論，這個人跑步速度很慢，訓練無效。這還不是最黑的，書裡還揭露了一個更致命的技術細節：給藥方式。鮑林的療法核心在於靜脈注射，他把高濃度的維生素 C 直接打進血液，讓它產生化學反應，殺死癌細胞。但梅奧診所做實驗時給病人用的是什麼？是口服藥片。這有區別嗎？天壤之別。從藥代動力學上講，口服維生素 C 是有吸收上限的，無論你吃多少，血液裡的濃度都被鎖死在一個很低的水平，多餘的會通過尿液排除。就像鮑林說，用高壓水槍可以沖走污漬。梅奧診所說，我們做了實驗了，我們拿着吸管一滴一滴往上滴水，污漬沒動，所以水槍是無效的。你看懂這裡的貓膩了嗎？梅奧不僅選了一群必死的人，還把鮑林的大炮偷偷換成了滋水槍，然後告訴全世界，大炮無效。這就是書裡說的實驗者回歸。沒有什麼絕對客觀的實驗，實驗的結果取決於你怎麼設計遊戲規則。梅奧贏了，不是因為真理在他們手裡，而是因為他們掌握了定義什麼是科學實驗的權利。如果說維生素 C 的故事是當局用扭曲的尺子量出了錯誤的結果，那麼接下來這個故事更加恐怖，因為當局直接把尺子收起來了，告訴你，你根本不存在。這就是慢性疲勞綜合征 CFS。在上世紀80年代，突然有一群年輕、富有、受過高等教育的雅皮士倒下了。他們極度疲勞，肌肉酸痛、腦霧，甚至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。他們去看醫生做檢查，結果呢，血常規正常， CT 檢查正常，核磁共振正常。在現代醫學眼裡，沒有生物標記就等於沒有病，這一點在很多骨科門診裡都能看到。經常有患者扶着腰瘸着腿進來，表情痛苦扭曲，告訴醫生，大夫，我這脖子疼得轉不動，我這腰像斷了一樣。
我連襪子都穿不上。他們描述的痛苦是10級的。於是醫生按照流程給他們拍了 X 光，甚至做了 CT，影像出來了，骨頭排列整齊，間隙正常，沒有骨折，沒有腫瘤。用醫學的標準看，這是一張完美的片子。於是可能有的醫生就會指着片子，冷冷地告訴患者：片子顯示一切正常，你沒病，回去多休息吧，別想太多。這句話的邏輯漏洞在哪裡呢？漏洞就在於 X 光、CT、核磁，他們拍下的只是一張靜態的照片，他們只能記錄你躺在儀器裡面一動不動的那一瞬間，你的骨頭長什麼樣。但你的疼不是靜止的雕塑，你的疼是活的。很多人并不是24小時都疼，而是在彎腰系鞋帶的那一秒，在轉頭倒車的那一刻，在肌肉收縮、筋膜滑動的動態過程中，才會感到鑽心的痛。儀器抓得住結構，但抓不住功能。醫生如果只看檢查報告來看你的病情，這像什麼呢？就像是你沒見過蒙娜麗莎，找了個看過畫的人給你轉述，那個人拿着一張數據單告訴你：哎，這幅畫的內容呢，就是一個女性，表情是微笑的，背景呢是個山水。這句話錯了嗎？沒錯呀，它是客觀事實，但它有用嗎？全是廢話，因為它丟失了畫筆的筆觸，丟失了光影的神秘，丟失了這件藝術品所有的靈魂。同樣的，那張寫着未見明顯異常的診斷書，也丟失了你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，在每一次活動中真實感受到的疾苦。這就是典型的醫學煤氣燈。這還不是最可怕的，醫學煤氣燈只是無視了你的痛苦，而在醫療領域還有另一種極端，叫做過度修理。我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聽到一位頂尖的骨科專家說，據他統計，目前中國做了腰椎間盤突出手術的患者，95%以上其實根本不需要做手術。這是什麼概念呢？意味着絕大多數人挨的那一刀是白挨的。在教科書上面，手術指征寫得很清楚，只有那種保守治療半年無效，或者出現了馬尾綜合徵，就是大小便失禁、下肢癱瘓的患者，才必須做手術。但現實是什麼呢？很多急性腰突患者，腰彎得像蝦米一樣進來，水腫很重，這時候只要輸液脫水，水腫一消，症狀就沒了。但醫生不會告訴你這些，醫生會指着片子上的突出物嚇唬你，你看，壓迫神經了，你要不切除啊，以後會癱瘓的。於是你就做了手術，結果呢，很多人術後發現，疼雖然減輕了，但腰變硬了，彎不下去了，生活質量斷崖式的下跌。而且外科醫生通常只看5年復發率，微创手術甚至只看1年。那1年以後呢？5年以後呢？那是你自己的事兒，跟手術成功率無關。這裡我就要講一個宣哲仁，就是中國軟組織外科學的創始人的故事。他的經歷簡直就是對現代手術狂熱的一記響亮耳光。故事是發生在文革時期，那時候宣教授年輕氣盛，正好腰椎間盤突出發作了，痛得死去活來。作為西醫科班出身，他第一反应就是開刀，趕緊給我切了。但荒誕的就是，那時候醫院裡邊權威專家教授都給拉起批鬥了，沒人給他做手術啊。他沒辦法，只能絕望地躺在床上硬挺。結果躺了一段時間，他居然自愈了。這件事兒就徹底顛覆了他的世界觀。他就開始反思，既然不開刀也能好，那我們之前切掉那麼多骨頭韌帶，到底是在救人還是在毀人呢？從此呢，他用一生的時間研究軟組織外科學，證明了絕大多數疼痛來源於軟組織，而不是骨頭。這也是後來整骨療法還有保守治療的理論基石之一。這就是醫學的黑色幽默。有時候救你的不是醫生的手術刀，而是醫生沒空理你的運氣。骨科的病人至少還有一張 X 片可以看，而在書裡提到的慢性疲勞綜合徵情況更讓人窒息。這種病連一張能證明的片子都沒有。於是醫生給出了一個充滿羞辱性的診斷：你這是心理作用。
你只是工作太累了，你想偷懒兒，這叫雅皮氏流感。你可以想象那种绝望吗？你的身体明明疼得像在燃燒，但全世界最权威的穿白大褂的人都看着你的眼睛说你是装的。这就是医学社会学里最残酷的概念：疾病的合法性。病不是一种生物学事實，病是一种社会契約。只有当医学界承認了你的病，給了他一個 ICD 編碼，保險公司才會賠付，老闆才會准價，你的痛苦才會被社會看見。否則，你就是一個無理取鬧的瘋子。這套邏輯在80年代扼殺了 CFS 患者，而在20年後的今天，他又把魔爪伸向了長新冠的群體。請看看我們的身邊，2020年之後，數以億計的人正在經歷着同樣的夢魘。多少人明明喘不上氣兒，明明腦子像糊了一層漿糊，明明心跳快得要命，但到了醫院，肺部 CT 乾乾淨淨，心肌酶譜正正常常，醫生會怎麼說？指標正常，回家休息吧。這可能是你的焦慮症，這還是醫學煤氣燈效應。而在 AI 時代，這種效應將會變成一座逃不出去的監獄。請想象一下，未來你面對的一個 AI 醫生，AI 的邏輯是純粹的證據主義，它只相信數據，不相信感受。當你告訴 AI 我很疼，我好累，AI 會掃描你的各項指標，然後對比數據庫。如果數據庫裡沒有你的異常指標， AI 會毫不猶豫地判定生理機能正常，建議轉診精神科。人類醫生或許還會因為看到你痛苦的表情而產生一絲懷疑，是不是有什麼新的病我們還不知道啊？但 AI 不會， AI 沒有直覺，不會懷疑它的訓練數據。凡是數據測不出來的痛苦，都是不存在的噪音。在勾勒姆醫生成書的年代， CFS 患者為了爭取一個病名，為了證明自己不是瘋子，不得不組織起來，像示威遊行一樣去衝擊醫學會議，去和保險公司打官司，這才勉強爭取到了今天的一點點承認。這告訴我們，醫學的進步從來不是靠實驗室裡的顯微鏡，往往是靠病人用血淚在街頭吵出來的。如果把定義疾病的權利完全交給冰冷的數據和算法，那麼下一個未知病毒來襲時，那第一批倒下的人將不僅會死於病毒，更會死於系統性的漠視。講到這兒，你是不是覺得現代醫學這把尺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刻度不準？錯，這把尺子最荒唐的地方在於，它在某些人身上裝瞎，就像剛才說的 CFS， 轉過頭來，它又在另一些人身上瘋狂加戲。這就是我現在要說的怪象，精神診斷的通貨膨脹。大家可以看看身邊啊，有沒有發現一個怪事兒？好像一夜之間全人類都病了。孩子上課走神兒，坐不住，不愛聽那些枯燥的數學題，擱以前這叫調皮，叫天性好動，現在這叫 ADHD， 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，得治還得吃藥。再看成年人啊，工作壓力大，被老闆罵了，覺得人生沒勁兒，擱以前這叫生活啊，這叫日子難熬。那現在呢，這都成了抑鬱症，叫焦慮障礙，也得吃藥。按照勾勒姆醫生的社會學視角，這不是病毒在擴散，這是診斷邊界在瘋狂擴張。現代醫學，尤其是精神科，正在試圖把人類所有的痛苦都包裝成疾病。為什麼？大實話很難聽，因為痛苦是哲學問題，醫生治不了，也不賺錢。但只要定義成疾病，藥廠的印鈔機就可以轉起來了。現在 AI 和大數據再來插一腳，這事兒就更恐怖了。你凌晨3點網上搜了一次，不想上班，算法立馬給你推了成人 ADHD 10大症狀。你一對照，好家伙，10條中9條，覺得自己簡直就是教科書級別的病人。於是你拿着網上這個量表衝進醫院，
那醫生呢，門診就5分鐘，面對一張標準化的量表，他最安全、最省事的做法是什麼？確診、開藥，下一個。結果就是我們正在把正常的人類多樣性當成病來治。一個原本只是性格內向或者思維比較跳躍的人，硬生生被貼上了病人的標籤。我們被逼着去吃藥，去修正自己的大腦，為了去適應這個該死的、枯燥的、像監獄一樣的工業化社會。CFS 是不承認你的痛， ADHD 是擴大化，不承認你的特殊。這两者都是那個笨拙的 Golem 手裡拿着同一把死板的尺子，試圖把千姿百態的人性修剪成整整齊齊的草坪。被权力扭曲的實驗，被數據抹殺的痛苦，被強行發明的病人，這些尺子已經足夠讓人心寒了。但這還不是最荒謬的。接下來我要講的故事發生在生與死的邊界線上。有時候我們明知道數據是無效的，明知道技術是失敗的，但我們依然會像着了魔一樣去執行它，因為它不再是醫學，它是儀式。這就是心肺復甦術 CPR。在電視劇裡面 CPR 是起死回生的神蹟，但在現實數據裡面，院外心臟驟停的 CPR 存活率低得嚇人，通常小於5%。既然效率這麼低，為什麼它還是標準流程？書裡面說，這是一種拒絕死亡的儀式，它是表演給活人看的，是為了告訴社會我們盡力了。書裡面就挖出了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歷史細節。大家知不知道，在 CPR 這套標準動作被發明之前，醫生是怎麼搶救心臟驟停的？用的全是開胸按摩。沒錯，就是字面意思，直接拿手術刀劃開胸膛，手伸進去，直接捏住心臟，像捏皮球一樣泵血。你可能覺得這太野蠻了，但事實是，從純粹的泵血效率來講，那種野蠻的方法其實比現在的 CPR 高得多。那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我們把一種更有效的救命技術淘汰了，反而選擇了現在這個效率更低的，還動不動就會壓斷肋骨的 CPR 呢？理由特別現實，因為開胸這個活只有外科醫生能幹，你不能指望路邊的熱心大爺或者剛入職的小護士隨身帶把手術刀吧？但 CPR 就不一樣，是個人就能幹。為了讓這個拒絕死亡的儀式能夠普及到每一個街頭巷尾，醫學做了一次巨大的妥協。他選擇了一種笨拙但通用的手段，幹掉了那個精準但門檻高的技術。這就是 Golem 的本質，他不追求極致的科學完美，他追求的是誰都能上手。但這種通用是有代價的，有的時候這個代價不僅是殘酷，甚至是一種折磨。接下來我要講的這個故事，就是這種代價的極致體現。那是我年輕的時候在醫院值夜班的一段經歷。那天深夜，急診科突然呼叫，全院所有的男醫生都去支援。送來的呢是一位農民工兄弟，在工地上邊誤觸了高壓電。我趕到的時候看那個畫面，我這輩子都忘不了。他的手臂和半個心臟部位已經被電黑了，那種碳化的黑。但是在監護儀上邊，每隔幾分鐘，心臟還會頑強地蹦出一個微弱的電信號。從醫學判斷上，所有人都知道，這個人已經沒了，他的生機已經斷絕了。但是我們不能停，因為他的家屬在遙遠的偏遠山區，電話打通的時候已經是後半夜了，家屬沒同意，沒人敢簽字放棄。更現實的是，工地的老闆和家屬關於賠償的數額還沒談好呢。在這個談判結束之前呢，這個人的心臟必須跳着。於是全院的男醫生排着隊，輪流去做胸外按壓，1個小時、2個小時、3個小時。你能想象那種手感？正常人的胸廓是有彈性的，但那時候他所有肋骨早就給摁折了，手按下去，底下根本就不是骨骼或肌肉的感覺，而是一灘爛泥一樣的軟組織。伴隨着每一次按壓，你都能聽見那個
斷骨摩擦的聲音，聞着那股焦糊味儿，混着血腥味儿，我们每個人都知道，這根本就不是在救人，這是在对一具屍體進行制度性的虐待。但我們停不下來，因為如果停下來，如果那個電信號消失了，賠償談判就會崩盤，醫院就會陷入糾紛，家屬就會崩潰。我們必須用這台名為 CPR 的機器去維持一個他還活着的法律幻覺。這就是那個笨拙的勾勒姆，他不知疲倦地按壓着那灘爛泥，他以為自己是在救人，其實他只是在執行人類無法面對真相時的恐懼。而在這一點上，未來的 AI 可能比我們更像人，或者說更像那個勾勒姆，因為 AI 也是依照人類設定的免責程序在进行，它不會因為憐憫而停止，它只會因為程序結束而停止。我們發明了 CPR， 不是為了對抗死亡，而是為了对抗我們內心深處那種什麼都不做的罪惡感。醫學從來就不僅僅是科學，它混雜了利益、政治、恐懼和人性。如果我們只看數據，我們就看不懂真正的醫學。那麼，在這個充滿謊言、博弈和無奈的迷宮裡面，我們普通人或者更弱勢的群體，難道就只能任人宰割嗎？既然醫生在演，數據在騙，儀式在作秀，我們還有翻盤的機會嗎？那我就要帶你去見一群最硬核的人。他們不是醫生，不是科學家，他們是一群快要死去的病人。但正是這群外行踢開了實驗室的大門，把那把彎曲的尺子硬生生地掰了回來。我要帶你們回到80年代的美國，去看一場醫學史上最壯烈的造反——艾滋病維權運動。那個年代，艾滋病剛剛爆發，被稱為世紀瘟疫。得了病的人，大部分是當時的社會邊緣群體，同性戀者、吸毒者，他們每天都在看着朋友們死去。而當時的醫學權威 NIH 和 FDA 在幹什麼？他們在搞科學，他們堅持要按照最嚴格的隨機雙盲流程來研發新藥。這意味着實驗要進行好幾年，而且有一半的瀕死病人會被分到對照組吃安慰劑。科學家說，我們需要乾淨的數據，如果你們現在亂吃藥，數據就髒了，我們永遠不知道什麼藥有效。這聽起來很合理，很理性，很有邏輯，很科學。但對於那些還剩幾個月壽命的病人來說，這就是冷血的謀殺。他們說，去你的乾淨數據，我們要活命。於是，一群原本對醫學一竅不通的藝術家、編劇、街頭混混組成了一個組織，叫 ACT UP。他們做了一件讓所有精英跌破眼鏡的事兒，自學成才。他們衝進圖書館，啃那些晦澀的病毒學論文。他們學會了比醫生還複雜的統計學術語。他們甚至自己編寫了臨床實驗的草案。然後，這群外行衝進了實驗室，拍着 FDA 局長的桌子，把文件摔在頂級科學家的臉上，告訴他們：你們的實驗設計是錯的，你們為了追求數據的完美，犧牲了救人的速度，這不叫科學，這叫官僚。結局是什麼？結局是街頭智慧戰勝了象牙塔。他們逼迫着 FDA 修改了規則，允許了並行實驗，允許了同情用藥。也就是說，在數據還沒完全出來之前，先給瀕死的人用上藥。這就是後來著名的達拉斯買家俱樂部背後的真實歷史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當生命受到威脅時，病人也是專家。書裡面就把這種能力稱為互動型專業知識。你不一定要會開刀，不一定要會寫代碼，但只要你足夠深入的浸淫在這個領域，你就有能力挑戰權威，甚至重塑科學的邊界。這在 AI 時代意味着，當未來的 AI 醫生告訴你，根據算法你沒救了的時候，你不要跪下，你要像當年的艾滋病維權者一樣，去學習，去質疑，去尋找算法的漏洞，去尋找那個被大數據過濾掉的生存機會。好，
現在我們有了反擊的勇气，但這是否意味着我們要变成反科学？是否意味着我們要拒絕所有的现代医学呢？不，事情遠比信或不信要複雜得多。为了說明這一點，我們可以來看看這本書裡面非常令人玩味的一個章節——疫苗爭議。這也是全書的終極拷問。這本書的兩位作者，哈里·柯林斯和特雷弗·平奇，全都是世界最頂尖的科學社會學家。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醫學的黑幕和不確定性，但在面對要不要給自己的孩子打疫苗這個問題時，這對好基友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決定。柯林斯選擇了打，因為他從宏觀的角度看，雖然疫苗有風險，但如果不打，群體免疫就會崩潰，更多孩子會死。他選擇了相信集體概率。平奇呢，針對百日咳疫苗選擇了不打，因為他從微觀的角度看，通過研究文獻，他認為當時那款疫苗對他孩子的個人風險大於患病的風險。他選擇了保護個體安全。這裡呢，書中探討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博弈論概念：搭便車，這才是疫苗問題的死結。我們都知道，群体免疫就像筑一道牆，只要95%的人打了疫苗，病毒就傳不開，那剩下的5%，即使不打也是安全的。這個時候，最聰明的家長會怎麼想？他們會想，既然你們都打了，那我的孩子就不打了，這樣我的孩子既享受了你们建立的免疫屏障，不生病，避免了疫苗可能帶來的副作用，等於是零風險。這在博弈論裡面是最優解。但問題是，如果每個人都想當這個聰明人，都想搭便車，結果就是沒人築牆，群體免疫崩塌，所有人的孩子一起面對瘟疫。原書的作者非常犀利地指出，這不是科學問題，這是社會契約問題。那些選擇不打疫苗的家長，其實是在透支社會的信任資本，而那些選擇打疫苗的家長，其實是在為集體做一種利他的犧牲。但這種犧牲是脆弱的，一旦公眾發現權威機構在隱瞞副作用數據，或者強推無效的疫苗，這種社會契約就會瞬間撕裂。這就告訴我們，醫學決策不是數學題，而是倫理題。我們往往不是在真理與謊言之間進行選擇，而是在集體的利益和個體的代價之間賭博。而在這本書出版20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場全球性的信任危機，讓這場賭博變得更加殘酷。我們親眼見證了這場撕裂的極致。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人對於過去幾年的新冠疫苗強制令記憶猶新。現在當迷霧散去，公眾開始要求信息的絕對透明，我們看到人們對曾經被忽視的風險提出了合理的質疑，對當時一刀切的政策感到憤怒。因為在這場運動中，醫學不再是建議，它變成了一種政治通行證。如果不打，你不能工作，不能旅行，甚至面臨社會性死亡。當科學變成了權力的鞭子，它就失去了它最寶貴的東西——信任。很多人現在寧願相信陰謀論，也不願意相信 CDC 的數據，不是因為他們反制，而是因為他們反強制。他們本能地意識到，如果我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主權，那科學再正確又有什麼意義呢？所以在 AI 和大數據試圖接管我們身體的未來時，我們必須守住這條底線。我的健康我做主，數據可以參考，但決策權永遠在我的手裡。講到這兒啊，我得趕緊潑盆冷水。現在有一種非常危險的論調，很多人看了書或者看了一些節目，腦子一熱啊，就容易走極端。既然醫生這麼笨拙，既然醫生也會犯錯，那我為什麼還需要醫生？我有了病，直接按照臨床指南吃藥，或者問 AI 不就行了嗎？很多人走進診室，不是去詳細的描述病情，而是拿着手機質問醫生：“大夫，你說的這個怎麼跟我在網上查的不一樣啊？”這種想法在歷史上並不新鮮，
早在民國時期，就有人提出過廢醫存藥。他們認為中醫的理論，那些氣血陰陽、五行是玄學，要廢除，只保留中藥這個物質。後來到了網絡時代，這就更變成了廢醫驗藥，認為只有通過了雙盲實驗的藥才是真理。而到了今天的 AI 時代，這種傲慢呢，最終演變成了百度看病和 AI 診療。結果是什麼？大家應該都聽過那句名言啊，百度看病，癌症起步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按照這本《勾勒姆醫生》的邏輯，這是因為這些人呢，試圖把醫殺死，只留下藥。他們認為醫學呢，就是一本操作說明書，只要识字兒，你就能給自己看病。他們認為互聯網臨床指南的這種標準答案，就大於醫生的臨床經驗加人文關懷，這是極其反智的。請記住啊，臨床指南是死的，它是基於統計學的平均人，而你是活的，你是充滿變量的具體的人。所謂的雙盲實驗，驗證的是實驗室裡面那個剔除了所有雜質的標準人。所謂的網絡指南，適用的是大數據算出來的平均人。但你不是標準人，你也不是平均人，你是一個有情緒、有生活習慣、有複雜病史的活人。舉個例子，同樣是一個咳嗽，你在指南的這個概率裡邊，它可能是感冒，但是在那個笨拙的醫生眼裡啊，結合你的臉色、你的呼吸聲，它能幫你過濾掉99%的錯誤選項，判斷出這到底是肺癌、心衰還是僅僅是咽炎。同樣是一個頭疼，雙盲數據可能只會冷冰冰的推薦止疼藥，但在醫生眼裡，他能看出你頸椎的僵硬，問出你最近的焦慮，能分辨出這是肝陽上亢呢，還是頸源性的頭疼。這種基於個體的辯證，無論是中醫的辯證論治，還是西醫的臨床思維，是任何雙盲數據和 AI 算法都無法替代的。如果你只信網上的標準答案，而廢掉了醫生的個體判斷，你這不是在看病，你這是在刻舟求劍。如果沒有醫生幫你把關，你直接就去套臨床指南，你就是在用你自己的命去試錯。不要試圖做自己的醫生，更不要用百度去校對你的醫生。我們要做的是學會使用醫生，而不是替代醫生。這就引出了我想送給大家的最後一套錦囊：雙軌制的醫療生存法則。這是我綜合現實的情況總結出來的生存智慧。當然，這是我的私貨啊，是這個頻道給你的獨家方案，不是書裡面的。這套法則的核心就是咱們簡單的把醫療分成2大類。第一類叫做必要性醫療，這是救命的。當你遭遇嚴重的創傷、急性感染、器官衰竭的時候，你的生命處於崩潰的邊緣，這個時候別猶豫，請把它交給那個笨拙的巨人。西醫的外科手術、抗生素、急救技術，這是人類歷史上目前最強大的維修工程。哪怕它有副作用，哪怕它冰冷，但是在生死面前，活着是第一位的。這是西醫的戰場，是術的極致。但問題在於，我們生活中絕大多數的痛苦，並不是生死，而是疾苦。這就引出了第2類改善型醫療。當你覺得頸椎僵硬、腰痠背疼、失眠焦慮，或者處於那種檢查指標正常但渾身難受的亞健康狀態時，請警惕現代醫學的過度干預。這個時候不要去賭那些高風險的手術，不要去依賴那些成癮的止疼藥，你要轉向維護與保養。這個時候，中醫的整體調理、整骨療法的力學復位，才應該是你的首選。這些療法關注的不是殺死病毒，而是恢復秩序。他們承認你的情緒，承認你的氣血，承認你是一個完整的人，而不是一台待修的機器。一個清醒的現代患者應該是這樣的：
在急症面前，他是理性的科學信徒，利用西醫的技術保命；在慢病與養生面前，他是智慧的哲學家，利用中醫和自然療法來提高自己的生命質量，調整自己的日常生活。別把醫生當神，也別把 AI 當神。你要做自己身體的 CEO，你要有分辨能力，有獨立的思考，明確什麼時候該休，什麼時候該養，什麼時候該把命交給醫生，什麼時候該把命握在自己的手裡。在猶太傳說裡邊，勾勒姆額頭上面寫着 mas， 就是真理或者生命。如果你擦掉第一個字母 e， 它就变成了 mass， 就是死亡。這就是醫學，真理與死亡只差一個字母。而那個擦除或保留字母的人，不是醫生，不是 AI， 是你。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幫你縫合了認知的傷口，或者至少讓你在面對醫院的時候多了一份底氣，請幫忙點讚轉發。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，願你我都能做一個清醒的幸存者，既擁有鋼鐵般的急救防線，也擁有柔軟的生命品質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